今天我要用毛豆和昆布来做一道家常菜料理。孩子们暑假在家，随时都在喊肚子饿。除了炒面、煮汤面、下水饺可以快速上桌，还有这道也可以很快的做出来，填饱孩子们的肚子，就是饭团。而且孩子们会吃得很快，因为拿在手上一口接一口的吃，不知不觉就把整个饭团都吃完了。有时候要准备3餐啊，3菜1汤这些啊，很麻烦，是不是？可以偷懒一下做这道料理，只要一锅炒热炒香，做饭团就可以开饭了。炒的料呢，如果有剩下来呢，我还会加码分享如何把剩下的料做成手工素排哦。做菜前呢，先来和大家分享，频道现在开启了超级感谢的功能，大家可以用低额支持爸妈，给爸妈加油打气，让爸妈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做出新食谱、新菜色影片呢，跟大家分享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ristin 爸妈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圆宝，他是粉粉呢。看影片之前呢，大家记得先按下订阅，还有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我的最新影片。那现在我们就来用昆布和毛豆做这道素食家常菜料理吧。准备一些绿色的食材，我准备了毛豆，把毛豆剥开。你也可以用剥好现成的毛豆，或是超市卖的冷冻毛豆，或是3色豆代替都可以。我家都一定会备着冷冻带壳的毛豆，微波3分钟左右就可以让孩子们当零嘴吃，比起饼干也比较健康。有时候做料理需要用到毛豆，就会像现在这样剥开来用，很方便。绿色的食材其实也可以选用长豆啊，或是敏豆啊来切碎，但是如果用叶菜类的话，就比较不建议了，会很容易出水。所以我就用冰箱里面现有的毛豆来做今天的饭团，很适合，也可以摄取到绿色的蔬菜。把毛豆放入盘中。昆布的部分可以增添鲜味，我是在好市多买的这一大包，有时候熬汤的时候也可以用到，或是做卤味，或是煮味噌汤都可以放。昆布上面白色的粉末状，它不是灰尘，也不是发霉哦，它是甘露醇。昆布在晒干的过程中，甘露醇的溶解度减少，进而导致表面形成白色的粉末状。甘露醇是糖醇类的一种，有些许的甜味，可以增加昆布的风味，所以煮汤的时候千万别洗掉。但因为今天我要切成细丝状，所以要先来泡热水，给它泡软。昆布剪成短一点的段状，比较容易泡。用热水泡软。腐竹准备1条，把腐竹剪短。腐竹是一种由大豆蛋白膜与脂肪组合成的产物。腐竹的制作过程与豆腐皮雷同，都是将豆浆加热煮沸后，经过一段时间保温，表面形成一层薄膜，挑出薄膜下垂成长条状，再经过干燥而成的。因为外形很像竹枝状，所以称为腐竹。把腐竹泡热水，加一点盐，让腐竹吸水量变大。再加一点醋，让腐竹口感可以变柔软。而豆腐皮是平铺着晒的，所以外形就跟腐竹不一样。放一点进来，可以增加这一餐的蛋白质。充分拌匀后，盖上盖子，让腐竹每个都泡在水里。来切一点红萝卜。最近买红萝卜回来，我通常会把它先切成丝，放在保鲜盒里面冷藏保存。这样子要用的时候备料就会很快，看要切成碎末状，或是要切短一点，或是直接用成丝状都很方便，可以节省备料的时间。把红萝卜切碎，可以让饭团看起来点缀一下更漂亮。金针菇准备半包，金针菇最近我买到1包10元的，前阵子都是1包12元或是18元的。突然变便宜了，一口气买了3包放冰箱里面。把金针菇切碎，金针菇可以用来代替虾米，所以大家炒饭啊、炒面啊，或是炒青菜的时候，都可以像这样切一点金针菇去爆香来炒。
准备3条玉米笋，对半切开后，现在切成片状，就是把它切碎就可以了。把玉米笋放入盘中。现在我们的昆布都泡软了，给它取出来。把昆布切成细丝状。昆布因为很长，所以从中间切断一半，给它短一点。把昆布放入盘中。昆布泡起来好多哦，剩下的放冰箱冷藏保存。我用了大概这样子的分量，有4片。腐竹这时候也泡软了，稍微挤干水分，可以来切了。排整齐，切碎。把腐竹放入盘中，锅内放入适量的油。先把腐竹放下来炒香，我大约炒了30秒左右。现在放入金针菇。金针菇先放下来，也是先让它炒香，把金针菇的鲜味炒出来，炒到腐竹变金黄色，金针菇也变金黄色了，好香了。现在放入红萝卜，继续翻炒。红萝卜放进来，持续翻炒到油脂充分，包覆到红萝卜之后。现在放入其他的食材，玉米笋、昆布，持续翻炒。大约略炒一下，可以来调味了。1汤匙的酱油从锅边呛入，二砂糖1/4茶匙，盐1/4茶匙，白胡椒粉来一些，白芝麻增香，放适量进来，快速的翻炒。调味料炒一炒后，现在放入毛豆，继续炒，炒至调味料充分，炒匀。所有食材都炒得很香了，味道也融合在一起了。关火起锅，我是先煮了1锅饭。哇，超香的，粒粒分明的饭。拌松之后，可以来包了。来准备保鲜膜1片，把白饭放上来，大概半碗饭的量。饭次沾点水，这样压就比较不会黏了。压大约1公分的厚度。放入刚刚炒好的料上来。把饭团捏起来，先给它粘紧，之后变成一个圆形，粘紧之后再慢慢压成圆形。压成圆形之后，再慢慢的要做成好像三角玉饭团的样子，所以厚度就大约是2公分的厚度，用成三角形这样子压。你也可以买模具来压，但我是没有模具，所以就用手压成三角形。可以了，把保鲜膜打开，感觉这里还没压好，可以再压紧一点。完成一个，再来剪1片海苔。粘在饭团的上面，给它绕过底部，之后给它剪断。
一个饭团就完成了。再来做另外一种形式的，放入大约半碗的饭，把炒好的料放进来，然后给它拌匀。我觉得饭团很适合带去野餐，这样子一人一个就可以填饱肚子了。已经充分拌匀了，放在保鲜膜上，用回刚刚的保鲜膜，给它揉成圆形。这个料在外面，所以要给它压紧一点。感觉有压紧了，再来塑形成三角形。塑形成三角形，可以了。再来粘上海苔，又一个完成了。料还有剩下来一些，我们来做素排。放入适量的面粉，大约1汤匙。还有水，把它调成面糊的状态，搅拌成像这样子浓稠状。现在来去煎，放入一点点的油，油微热，放进来煎。这是1片的量，塑形成圆形，就可以夹在汉堡包里面，就是一个素排了。所以吃不完的料就不会浪费掉。可以这样子利用，做成素排，两面煎成金黄色，素排就完成了。来试吃饭团，很期待吃这个加码分享的素排。刚在煎的时候就觉得它的表面一定会很脆，吃吃看。好吃哎！那个昆布的味道很鲜甜的味道，鲜美。我觉得可以夹在三明治或汉堡包，好好吃哦。再来吃个饭团。好香哦！我很喜欢给孩子这样子手握着吃饭团，就是他们很快就可以吃光了。腐竹的味道，煎炒过后好香哦。还有就是重点，昆布一定要放，昆布的味道很鲜美，很好吃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分享、按赞、加订阅，来订阅我的日常副频道，追踪 Facebook 还有 IG。我们下道料理见，拜拜。好好吃哦！这种是跟饭和在一起的，这种是包在里面的。